中国大陆的油罐车投毒事件终于大爆发了。这2天呢，中国大陆的官媒、社媒、自媒体是铺天盖地，全都在聚焦报道讨论这个问题。微博热搜前20条有5条都是和这个油罐车投毒事件相关的。他就以极其生动的方式给我们诠释了一把什么叫做人人自危，全都慌了。尽管这个舆论的热度是如此之高，但是我在看了大量的报道之后呢，却发现几乎没有一家媒体呢说清楚几个最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这些被混装污染了的食用油，它究竟流向了哪里去呢？它的地理空间覆盖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它被哪些人吃进了肚子里呢？还有这种投毒行为的时间跨度究竟有多长呢？到底有哪些企业应该要对此来负责任？那些受害的消费者们应该去如何的讨还公道呢？等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今天呢，我们就大家重点来讨论刚才提到这几个问题，尤其是地理空间和时间空间的这个跨度的问题。因为我们只需要稍加的挖掘，你只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毛骨悚然，外加难以置信，但是呢，又不得不信。这个化工油、食用油混装运输的问题，它究竟存在了有多久了呢？就我们现在说能够查到的公开的信息最早的它一直可以追溯到2005年，也就是19年前了。2005年的12月，当时是一家这个网站叫做新贵网的南华早报是这么一家媒体，他们就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罐车清洗难防交叉污染，拉完危险化学品后又拉食品”这么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它就披露了广西南宁市的槽罐车的运输监管的问题，就说这完全就是一个真空状态，没人管。很多的罐车洗澡是难防交叉污染的，拉完一些危险的化学品之后，简单清洗一下，立马就去拉这个食品。然后这个报道之中还特别的提到说，很多的罐车它拉了汽油，拉这个糖蜜，拉了柴油，拉酒精，拉了烧碱，又去拉什么双氧水等等，全都是混装的。而这样的槽罐车，说它是南宁市的一些路边的洗车店的常客。他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辆刚刚才拉完烧碱的这个罐车司机呢，他就对这个记者说，他洗了车就准备立马要去拉这个糖蜜。这个糖蜜它其实是酱酒的原料之一，也是属于要进口的食品嘛。而且呢，还有什么食用酒精啦、松节油啦、柴油、汽油等等，它全都拉。每一次只要拉不同的东西呢，他就到这家洗车店来这个洗一洗。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在这篇报道之中，可以说是令人目瞪口呆的一行文字，就说这家清洗槽罐车的这个洗车点，它抽来洗车的水，它是什么水呢？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自来水，它直接从路边的那个污水沟里面抽上来的水去清洗那个槽罐车。而路边还有一家店，这个店主就告诉这个记者说，像这种就是靠抽水沟里面的脏水来不交水费来做洗车生意的呢，还有好几家呢，其中一家就在望州路。然后我们能够查到的报道呢，就是在2011年的8月4号，那差不多是6年之后，当时是隶属于湖南电视台的都市频道下面的真相大追击的栏目，他也曾经有做过一期节目，就披露了说装化工原料工业碱的一个大罐车又被用来装这个食用油了。然后大家看到吗？13年过去了，这期节目现在呢是已经看不到了我们，但是这个问题它却依然存在，依然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那么再往下呢，就是在2015年能够查到的，也是湖南电视台的都市频道，叫做都市一时间，它就有报道说，这个真相大调查的记者们接到了爆料，就说在湖南的衡阳、永州等地呢，不少的罐车都装载了强腐蚀性的化学品，运送到目的地以后呢，他们为了节约成本，避免这种车辆放空的回程，这些罐车就是往回拉，就装的全都是食用油。那么当时他还特别曝光了一个案例，就是说从湖南的衡阳运烧碱的一辆罐车运到了广东佛山去卸货以后，直接就去了东莞，去装载了超过40吨的1级大豆油，又返回湖南，并且就销售出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到了2023年的11月6号，还是新京报，他们就报道出来一个
极为惊悚的案例，非常可怕的，就是在山西大同的一处罐车的清洗地点，有一位名字叫做白立波的司机，他在清洗他自己的罐车的时候，被那个罐车口放出来的呢都是有毒的气体，把他给熏晕了，这个不慎就掉入到罐车里面去，就死亡，就死在那个车里。这个案例它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其实罐车的清洗，尤其是装载了这些危险化工产品的罐车，你要清洗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对吧？它是有很高的安全方面的要求的。那么这种正规的罐车的清洗，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根据这个专业人士的介绍呢，就说首先呢，你要对这个槽罐里面要去注满这种清水。然后呢，再通上这种蒸汽的高温给它加热，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洗掉在罐内残留的一部分的危险的化学品。然后等这些脏的水、这些污水全都排干净以后，还要派人再钻到这个槽罐里边去，要使用不同种类的专用的清洁剂去清洗不同种类的这些危险的化学品。由于进入到罐内去清洗就容易产生危险嘛。而且呢，这个工人他每下一次槽罐，按照规定都要办一次安全的许可证。按说这个制度还是蛮严格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在2005年的那篇报道之中，他就特别提到说，在当时南宁的南化集团这家公司，他们曾经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清洗这个槽罐车的清洗点。当时呢说，专业的清洗一辆车，它的费用就高达1000元以上。那还是2005年那个时候，是吧？19年前的价格。而路边的那些抽水沟洗车的呢，还只需要多少钱呢？几十元就搞定了。后来呢说，由于这项工作呢，就是因为太危险，很多罐车司机呢也都嫌这个费用太高，难以招揽到这种顾客，所以他们这家这个洗车点，就是专业的洗车点，就停止了这项业务。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追溯到的报道呢，最早是在19年前的2005年，而这种投毒的行为，它实际存在的时间显然只会是更早，它起码是超过20年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罐车，大家都看到，它好歹吧，它还要用水给你简单的洗一洗。现在曝光出来的是连这简单的水洗都免了，都省了。它直接就是原汁原味的这个化工油来给你兑上这个食用油，确保你这食用油的精致生产力的这种能量十足是绝对不打折的。那么既然这种罐车投毒的历史已经如此的悠久了，那这个空间覆盖的面究竟有多大呢？这个问题呢，由于我们现在还暂时缺乏一些全面的资料，我们不好说断然的下一个结论。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次《新京报》所爆料出来的2个案例来进行挖掘，我们自然就能够管中窥豹。那么这个结论得出的结论呢，同样是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的。好，在和大家进一步讨论之前呢，我们暂时的缓一口气，给大家介绍一个同样是密切关联您的健康的信息，就是无论在东西方呢，这个哮喘和重症的肺病，在数千年以来，其实一直都被视为是非常难以根治之症。著名的韩医权威徐孝熙院长呢，他从这个传统韩医的理论中，就是独辟蹊径，他找到了一条通过有效的清除肺部积热的方式，来恢复您的肺部健康的这么一个途径。那么这个就是徐院长他独家研制的清肺的扁康丸。经过50多年的临床的验证现在已经是帮助全球16万的鼻炎、哮喘，还有就是皮肤病以及肺部疾病的患者都有恢复了健康。我们举个很典型的例子 ，Harris 他是美国休斯顿的一位律师，他有一个3胞胎的儿子。结果呢，没想到这3胞胎的小孩呢，在2岁的时候全都患上了哮喘，可是那种先天性的，经常就发生呼吸困难。他去看这个西医是试过很多种药，吃的、喷的各种药都试过，但是呢，始终这个病情都不见好转。最后呢，还是他太太就决定说，让这个孩子呢来试一试这个扁康丸。没有想到，短短的3个半月以后，孩子们的哮喘就完全都好了。这哈瑞斯简直他感到是喜出望外不停地说这个药简直太神奇了。那么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就请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这个扁康丸的官网链接，在页面的右下角处的这个服务窗口可以联系他们的客服人员去进行进一步的咨询，而且可以确保您是买到是正品。
当然，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扁康丸在全球的多语种的这种客服的热线去进行一些咨询。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耐心，我们就回到刚才这个毒油事件的空间分布的话题。在这次《新京报》的报道之中呢，因为现在这些大货车都是装的有这个 GPS 的嘛，而且它的这个信息是公开的，所以它的位置是我们可以公开查到的一些信息。现在我们看到，在国内的网络上呢，已经有人对此就进行了挖掘和梳理相关的信息。结果就显示出来说，有第一台车，就是尾号为65Z 的这么一台这个油罐车，它送去的这个企业呢是名字叫做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查一查这家公司，它其实就是一家物流公司，它是整合了环京津冀中南，还有就是沿海地区的一些这个冷链物流的资源。相当于就是为河北的晋菜晋京去提供一个全程的冷链的保障服务，大概是干这个的。那么这家公司呢，它同时也有运营一些食用的农产品的批发，还有零售的业务。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买这个食用油呢，应当是出于往外送货或者说是送外卖的这种业务，并不是他们自己要用啊。而且它的地理范围就涵盖了整个京津冀地区，那可是中国的核心地区。第二个例子呢，是第二台车牌号叫做 GE5476W 的这么一辆油罐车。这辆车呢，它主要是运输这个煤制油的，它的副业呢就是拉一些这种食用油和饲料了等等。那么通过对它这个 GPS 的位置定位的这个信息的梳理啊，就发现它的运输的路径至少是梳理出来2条路径。第一呢，就是从宁夏它装上这个煤制油以后呢，经过到石家庄去卸货，然后呢又到中储粮的天津公司去装上了食用油，再跑到这个陕西的勉县新力油脂厂到那儿去卸货去了。运输路径的第二条呢，就是在宁夏它装上了煤制油以后呢，直杀广东佛山去卸货，然后又转到这个东莞的中坊粮油装上了植物油以后，再回到咸阳，是陕西的咸阳金龙鱼的工厂去卸货。那么大家看到这条路线，它基本上就是纵贯了半个中国，一直杀到广东去了。当然，这个只是冰山之一角了。谁都不会说很傻很天真的认为说只有这么一辆车有问题，其他的车都是正规的，都是安全的。在此期间，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有多趟的其他的油罐车的这种煤制油和食用油进行混装运输的记录。大家可以先看看下面这张图，可以简单的感受一下。我们请这个导播放一下，大家有看到吗？从这张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食用油的卸货的地点，它基本是覆盖了全国。它包括了陕西的汉中、湖北的武汉、宜昌、湖南的临湘，还有山西的运城、陕西的咸阳，以及到广东的佛山、东莞和肇庆，还有在北方的像什么河南的驻马店呐，还有南坊啊、邢台呐等等这些地方全都有。而接收这些混合油的，就是已经被投了毒的这些单位有哪些呢？你查一查，你会发现有大企业，也有小作坊啊，有外资企业，也有国营企业，当然私营企业就更不用说，就更多了。也就是说，你就看这一张图，你就会发现，无论你是住在一线的大都市，还是住在什么西部的小山村，无论你是外企的白领、国企的高管，还是说你是私营业主或者是打工一族，全都是在这个有毒的食用油这个问题面前，全都是雨露均沾啊，概莫能外，一个都别想躲过这投毒食用油的追杀。所以看完这张图，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说倒抽一口凉气的感觉。而且啊，可能会令人还要更加再抽一口凉气的是，这些无孔不入的带毒的食用油，它竟然成功的渗透进了党政机关的特供的那条供应链。怎么回事呢？就是根据对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车牌号为 GE5476W 的那辆油罐车，它的那个GPS 的这个轨迹的挖掘，这个就发现了说这辆车在半年之内的轨迹呢，它是覆盖了多家不同的食用的油厂家，还有就是说还有这个煤制油的厂家，其中有一个卸货的地点，它就包括了在陕西西瑞集团粮油食品仓储的这个物流加工基地，是这么一家公司。
然后在微博之上，我们就看到了有知情的网友就出来发帖来爆料了，就说这家陕西西瑞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它就是专门负责给陕西的党政机关去供应食品的特供的单位。所以这个话题聊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是更加深刻的理解体会了一把，说习总书记念念不忘挂在嘴上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究竟是什么含义了，对吧？也就更能够深刻的理解说为什么过去这些党媒啊，他们对凡是这种毒食品的问题，往往都是遮遮掩掩啊，把它视为是负能量的新闻，都是压制的这种路数。但这一次却是一反常态，来大爆特爆，而且呢，各家党媒还派出记者是四处去进行调查。我看到就有媒体就挖出来说，这个混装油罐车不仅说曾经有停靠了中粮和位于咸阳的金龙鱼的工厂，就连金龙鱼在这家工厂旁边在生产预制菜，都给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样给挖出来，给曝光出来了。那么这家隶属于金龙鱼公司的预制菜的制作公司，它的产品呢是以学生餐为主体的，它的产量啊每天都是大约5000份左右，预计说到今年下半年还要这个增加，要达到这个1.5到2万份左右。当然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消息是否有一种头晕目眩的一种震动感，对吧？就是说用有毒的食用油来烹调预制菜啊，一个毒食用油，一个预制菜，大家想想，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绝代双骄级别的强强联手嘛！这恐怕是今年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最冷的一个冷笑话了。所以大家有看到吗？就是这个毒油事件，它的空间覆盖面是如此之广，它的时间跨度是如此之大。有多少生产的厂家和粮油企业被卷入到其中，你稍微想想都会感到后背发凉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却是凡是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企业呢，现在都纷纷的出面站出来发布声明了，声明说自己绝对没有这个运输安全问题，我们的油啊全都是好的。似乎这个毒油事件呢，它就只是极个别良心坏的司机被这个调查记者是刚好逮住了这么一个偶发事件而已。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在整个这个食用油的投毒事件之中呢，它一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疑问，就是这些罐车司机他为什么敢长期如此大胆的去投毒呢？他们难道说不怕他自己的家里人也会买到这些有毒的食用油吗？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早在19年前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这些黑幕，此后又陆续的有媒体进行报道、进行曝光，但是始终却依然都是一个你曝你的光，我投我的毒，这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平行线的关系，是这么一个局面，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没有被制止呢？首先第一大因素，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利益的驱动了。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有提到，是吧？这个专业的清洗一次这个油罐车呢，它要花上千元，简单的用水冲洗一下呢，只需要几十元钱就完了。而且呢，如果说要是直接的就混装，连那个清水冲洗它都不冲了，它就1分钱都不用花。反正呢，就是说发货的一方和收货的一方，双方都不在乎，都没有进行严格的检查。那么中间这个运输的这一方，对这些司机来说，他当然就没所谓了。再加上说，反正这个油呢，都是拉到了外地去卸货。比如说刚才提到，他在这个宁夏去这个拉的这个油是吧？他是运到什么广东那些地方去卸货，隔得这么远，他觉得说和我们自家去入地是不沾边的自然就是安全的了。那我能省钱，当然就是省钱了。所以从这里反映出来的呢，我们看到其实是中国经典的那个我把它叫做毒大米的心态，那是毒大米的心理，什么意思呢？在过去，这个毒大米是曾经是这个引发了一个全国的一个震动，就是很多人呢，他把有问题这个毒大米呢，他是卖到外地去，而且还告诉他自家人说，你们不要买我们本地米吃本地米都是有问题的。他就以为说如此一来呢，他就钱也赚到了，安全也有了保障了，就一举两得了。但是殊不知呢，其实外地的那些卖米的外地的米同样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们是同样的一种心理，也是同样的一种做法。结果最后就演变成什么局面呢？就是张三最终是买了李四的毒大米，而李四呢，他又去买了王五的毒大米，
最后王五又买了张三的毒大米啊，人人害我，我害人人，最后形成一个完美的互害模式的循环。所有这种混装化工油和食用油的罐车司机，你会看到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的心理，他们也都在重复相同的模式。其次呢，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很多运输公司，包括很多司机，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一定说就都是这么的愚蠢，想不通这个道理，对吧？他们可能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呢，在整个一个假冒伪劣成风的一个当代的中国社会啊，说为了一点小利就可以祸害千万人，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人他都存在一个相同的心理，什么心理呢？就是我要是不做，其他人也一定会做，就是多我一个也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反正我都是躲不过的，那不如索性我先把钱挣到手再说。至于说自己会不会买到这个有毒的食用油呢？那个是一个低概率的事件啊，以后再说。当然，最关键的呢，我们觉得依然还是卖家和买家这两方面的把关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卖家最为关键，因为有的这种混装的罐车，它残留的那点化工油其实数量不太多，就是买家即便说他要进行一个检测，他都不一定说能够确保检测出来发现这里面有问题，所以呢，是卖家在装车之前对这个油罐要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检查，确认它是清洁的，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这一关会失守呢？而且是普遍性的、长时间的失守这么多年呢？我觉得这里面除了责任心缺失的问题，恐怕就不排除说肯定有一些利益的勾兑、利益的交换在里面了。同时呢，借着这次的毒油事件的东风，我们看到在网络上还有很多网友就开始重温当年上海那个150多万人感染甲肝的一个事件。其实原因是什么呢？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有的人他们用运粪的船来运这个毛蚶。其实不用翻查历史了，我们只需要说回忆一下，在这个封城清零期间，就前不久嘛，刚刚才过去，有多少地方都是使用垃圾车去给你运菜、给你运肉，还高价的卖给封在楼里的这些住户的。你只要回忆一下，你就知道啊，这是你党是吧？这党妈经典的一种操作的模式。当然，可能很多人呢都在问，说为什么就不能够做到专车专用呢？这个很简单啊，一步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呢，这个是运输公司和罐车司机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啊，说是为了节约成本嘛，从而采取了这种昧良心的做法。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更深的一个层次来看呢，是因为一方面呢，官方呢他们并没有进行专车专用的这种法律的规定，你去查呀，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是没有的，没有规定硬性的规定必须要专车专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的体制呢，它是把这种食品运输行业的报酬的这个价格其实是压得过低，它才会导致说很多车队啊，很多这种司机，他用这种方式来节约那么一点点清洗罐体的成本的费用。在美国呢，我们都知道，美国也是，它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也是有大量这种公路运输啊。在美国，这种食用油的运输，它不但必须是专车要专用，而且呢，它的对这个车罐的清洗的频率要远高于化工产品的罐车。美国对食品级的罐车运输，它是有极其严格的检验的标准的。你如果说装载的是不同的食用油，就都是食用油，但只是种类不同，比如说你这次是这个大豆油，下次是葵花油，你只要换了不同种类的食用油，你都必须要清洗，甚至是不同批次的产品，同一种油，不同的批次都必须要进行严格的清洗，而且清洗完之后，这个罐体上就要贴上封条的，要接受下家厂商灌装之前的一个严格的检查。当然，这个检验呢，它是过程是非常的严格，相对来说，这些司机他们的报酬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呢，也在客观上就大幅度的遏制了，说这个司机他主动的去钻这种空子，去节省那么一点清洗费用的这种空间，反正你的报酬是比较高嘛，他也就不在乎说去节省那么几十几百块钱，对吧？也就是说呢，没有谁是天生的罪犯，但是呢，一个扭曲的体制，它必然会催生出很多原本不应该出现的扭曲的现象。好的，下面呢，我们就回应朋友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
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所有中国产的东西我全都扔掉了，从此再也不买 Made in China 的调味料，中国餐馆也不会去光顾了。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是因为我就是今天有一个朋友刚刚才跟我说，他就说他家里还剩了半瓶的那个老干妈那个油辣椒，我立马回去我把它给扔了，都吓住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才和大家提到这个概念，就是说人人自危。因为大家想想，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信息长达20年，这种做法是整个行业的公开的秘密，外人前谁都不知道，是吧？其实在此前已经有过媒体多次的这种曝光，但是呢，它都没有引起就是社会上普遍的反响，而且这个问题其实都没有得到解决，不然不会说从2005年隔几年就曝一次光，隔几年就曝一次光，始终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你说，作为这个中储粮，或者说作为这方面相关的这些主管的部门，他们不知道这种现象吗？这么多年下来，他们早就知道，但他们为什么就一直都没有解决？我觉得这背后其实它就涉及到整个体制的利益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和大家所提的这个问题。当然，至于说，是不是说凡是中国产的所有的食品都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绝对。但是呢，我比较能够理解这位朋友的这种做法，比较能够理解这种心态，是吧？就是你要换到我，其实我也是经常会吃这个老干妈的，也吃了不少了，是吧？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有点后怕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吧。所以从此以后，也许可能我要再吃这个辣椒油，我可能自己来买那个辣椒，我自己来炼了，我可能也不会再去买它这种就是有问题的这么一个这个东西了。就是说我能够理解朋友们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的状态。它其实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的产品呢，尤其是中国的食品，为什么名声这么臭？在这个海外，完全都是被这些中国人自己给搞坏的。从这个什么毒奶粉啦、毒大米啦，什么这个多去了就是我都不一一的在这儿这个去列说什么这个有毒的油条啦，什么毒西瓜啦，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地沟油，我觉得其实相比较而言那个地沟油，我要真的说难听一点，那个地沟油相比起这次这个毒食品油来说，还算好的，还算良心产品。我要说夸张一点，真的是这样。就说地沟油虽然它不卫生，想起来很恶心，但是它好歹吧，它的成分它还是食用油它还是食用油做的。你这个完全就是直接是混装的一些化工原料我看到的，至少我查下来之后，有拉这个烧碱的，有拉这个就是那些一些就是像什么带有这种就是烷类、烃类的这样一些，都是这种就是毒性很大的一些化工产品的，有拉什么这个汽油还有什么柴油的，还有就是拉盐酸的，就是强腐蚀性的。我看到的就是在2005年那篇报道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么一个案例，说有一个车刚刚拉完盐酸，那可是强腐蚀性的东西回过头来就来用水简单的清洗了一下，就来拉这个食用油，就是这概念，吓死你了，真的是。所以在海外的都吓成这样，在国内的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一次的这个食用油投毒的这个风暴，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最新的消息我今天看到，在和大家做直播之前，最新的消息是中国的国务院出来进行回应了，马上就说指派了几个这个相关的部门，马上就要进行这个就是一个大排查。也就是说，之前呢，如果说只是中储粮是吧，他这家企业他自己出来表态说要进行一个排查，但是国务院出来这么查，他恐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发点款什么这个出来道个歉这个问题了，他应当可能就是涉及到要抓人了。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酵已经比较厉害，它已经震动了整个中共的官场体系，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安全问题。我为什么说它是政治安全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有那个新闻了，习近平2013年曾经公开这么说过，说如果说我们连一个食品安全长期都搞不好，那么可能民众就会质疑我们的执政的资格，这句话，这习近平自己说的吧？现在这一次的有毒的食用油这个事件的这个大曝光引发的这种震动，它真的直接就涉及到了中共它的执政的资格问题。所以其实现在中共已经是把它视为一次政治危机，
在处理了。我们不妨我们会密切的跟进这个事件，看看它接下来它会演变，会催生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事件出来。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个别的朋友在开始爆料，意思就是说这次的这个食品油的这个曝光呢，背后没有那么简单，它可能涉及到了高层的权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我们回头如果说我要去做一番这样一些研究，是吧？如果觉得它真的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素的存在，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的来跟进。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次的这个食用油投毒事件，它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就是因为它波及的人太多了，这10几亿人，可能每个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我吃了这几十年的油，我都不知道，可能吃了10几年都是有毒的。很多人因此可能他怀疑自己得了这种肝硬化，得了这个什么癌症，得了这样的病的那样病，是不是都跟这些是有关系的？它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就说了，严格说，你出了这种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它涉及到召回哪些食品要召回，受害者如何去进行这样一个赔偿，怎么办？你要不要赔，是吧？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去打了官司，找上你相关的一些企业怎么办？等等，它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后续的这个效应，当然还加上在政治上面的这种效应，可能包括习近平的政敌可能就拿这句话就来怼他喽，你自己说的呀，你这个连个食品安全你都做不好，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执政呢？你该下台去吧，对吧？就说一个简单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OK， 好的，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和大家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和观点的这个分享。我们下次再见。